作业啊，那由我主持的哈，那我们全面性的检讨我们国家的战力跟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势跟未来可能面临的作战的形态啊，那所提出来的这个我们刚才给各位简报的这个方案啊，那为什么在这时间点？因为我们已经讨论了相当一段时期了，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哦，就应该把这个方案拿出来，那来跟社会大众讨论的同时呢，我们也开始要进行下一个阶段的准备的工作跟落实的工作哈。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我们在我的任期内，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也希望我在我的任期结束前，那我们整个国家的战力跟兵力的结构啊，都可以做适当的调整，让我们家国家的整体的国防的能量可以更大。好，下一题 ，TVBS。哦，对不起，刚才还没回答一个问题，有没有选举的考量？我刚才也讲过了哦，这个对我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但是作为三军统帅，作为国家的总统，我有我的责任，我必须要把我们国家的国防啊，尽其可能的把我们的战力提升，把我们的国防的能量能够做到最好最大。好，那 T 台继续。总统午安，我是 TVBS 的刘婷婷。这个题目是想请教三军统帅您以及赖副总统，就是刚刚您有提到说这个非常困难的决定，但是明年是选举这一块，那您的部分会怎么来帮助赖副总统，就是在接下来要拼2024总统这一块，要怎么的让在论述上面做相关的论述。另外一个是想要请教，就是有关于目前建制的兵役的教官数量，还有资源是否充足，以及还有无规划机制防止政策如果因为政党轮替而被转弯。我们在整个最后的方案形成的过程中，都有跟院长、跟副总统，我们大家都有一起讨论过哦。那我们希望能够跟社会做最大的沟通哈，取得社会最大的支持。那这是我们在未来的1年，我们要花很多的心力啊，来跟社会沟通的一件事情哈。那至于我们必须要投入的这些资源哈，尤其是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要强化这些训练的量能哦，我们必须所做的投资呢，我们也都预估好可能的经费，那我们也会持续的把它把这个经费呢，能够把这个预算备齐，然后我们来进行这一项强化我们国防实力的一个作业哦。那我相信这很多的事情，我们经过良好的社会沟通，而且是缜密的规划哈。社会大众的支持会让这个方案能够持续下去，不论政党有没有轮替，我相信这都会持续下去的。我们接着是不是请赖副总统？刚刚总统已经清楚说明，总统作为三军统帅，他有责任为守护台湾做最好的准备。国家的利益优先于政党的利益，总统这样的立场，我们大家都一致，我没有其他的补充。好，下一题，环宇先好了。总统你好，总统你好，我是环宇的李鼎强，我想请教，刚才您说资源的问题，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很多知道说支援一些主战部队基层人力是不太够的，那你要怎么去抽调这样人力去训练义务役？再来就是训练的场地够不够一下容纳这么多的人进来？谢谢。所以我们将来未来的1年有1年的准备期，因为这个整个计划正式开始执行是在2024年的1月1号，所以明年将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忙的1年啊。那我们
这个训练的方式哦，除了训场我们要强化之外，其实有很多训练的模组哦，都是现成的，我们可以陆续的把它获得哈。那我们也会去参考其他的国家哈，对于不同的这个任务所需要的这种训练的强度跟方式呢，我们也会去收集最好的模式哈，来运用在我们的训练上面。总而言之，我们现在所要实施的这些训练哦，其实在国际上应该有很多现有的训练的模式跟模组哦，我们都可以拿来使用。那当然，我们国军长久以来有自己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模式哦，那我们能够做最好的整合。好，下一位3立。总统好，这边3立新闻朱淑君提问，想跟您请教，义务役恢复1年之后，薪资会提升至2万多元。那英系立委是希望说要加码高过基本工资，那想请教总统的看法。另外，这部分的裁员会从哪边来？谢谢。我们按照我们现在的国防部的规划哈。那再加上刚才所提到的这些保险的费用跟这个它的其他的这个费用的这个国家的支出哦，这个加起来其实已经非常逼近这个最低工资的水准了。那这些钱哦，我们也都有做过规划哈。那我想用我们的国家预算指引应该不是问题。好，那个日本的媒体。好，谢谢龙董，我是日本朝日新闻的。我了解今天台湾政府决定的那个重大的决定，但是即使那个台湾决定改革兵役制，中国的军事预算和士兵人数已经远超过台湾的嘛？那请问总统，你如何评估首先眼下中国进攻台湾的可能性？还有总统以往常说跟那个想要理念相近国家合作，维持地区的和平和安全。那目前台湾在各领域，尤其是军事领域，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您觉得足够不足够？那个最后，2019年你接受日本专访的时候也说过，希望能与日本举行安保对话。那为了降低中国在未来进攻台湾的可能性，你觉得台湾将来在军事领域上需要跟日本、美国、欧洲等个别国家加强哪一些方面的合作？谢谢。谢谢。我们是持续的有在跟相关的国家来进行讨论哦。那我相信很多的国家对台湾都很关心哈。那也希望台湾的民主还有台湾人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都可以存续下去，因为对全世界来讲，台湾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哈。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国家关切台湾，也关心台湾，那也愿意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协助我们哈。那我们都感到非常的感谢哈。那我只能说，我们对于愿意帮助我们的国家，我们都会从事沟通，也寻求合作的可能性哈。至于其他的，我也没有办法再跟你再进一步的说明了。好，下一题。联合报。总统好，我是联合报邱彩薇。我想请问一下总统，总统在2015年竞选总统的时候，你有说过要检讨现行的募兵制，然后那个时候你有说全征兵的政策已经不可能了。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国家的政策其实是募兵、征兵并行的。总统认为说这样子的政策才符合我们的战力吗？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义务役延长为1年的话，是不是代表说我们的两岸局势有点紧张？然后所谓的现状是不是已经有改变了？我当年讲的话啊，我把它完整的讲哈。
我当年讲的是全募兵制度跟全征兵制度之间哦，我们要找出最理想的制度。那可以从我们刚才看到的我们全民国防的这个4个区块来看的话，它有包括志愿役，它是募兵制，也有包括义务役，1年期的义务制，它是征兵制，而且他们的任务都不一样，一个是主作战任务，一个是守备任务，所以与其说是征募并行，倒不如是一个征募双轨制他们有不同的兵员那也有不同的任务所以但是他们在训练也有强度不同，训练的内容也不同，但是他们在战场上他们是合作的在保护国家那维持社会的稳定，他们都是合作的。我现在做的是一个国家，不论在面临什么样的情况，都应该跟整个国家的所面临的区域的情势跟全球的局势来一起考量那它不必然只是受两岸因素的唯一这个因素的影响。刚才我们国副部长也讲到了，他在讲的时候也讲到，这区域的所有的国家都在强化他们的国防的量能那主要的还是在于就是说在这个区域里面有一些国家它的扩张的这个企图是明显的所以我们在面临局势改变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在我们的战略上跟我们的战力的准备上做相对应的调整。那么这个是一个国家在面临外部局势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都必须做的。我们做的跟其他国家在做的并没有什么两样。好，下一位，UDN 好了。总统，我是 UDN 的雍璇，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因为总统你是中华民国第1个女总统，那昨天我们在这个继任的典礼上面也有了一个中华民国史上第1个女中将，那想请教一下，我们这一次的兵役调整有没有讨论到女性当兵的问题？那如果有的话呢，是为什么最后没纳入？那没有的话是为什么不讨论？那就总统您个人的观点跟意见的话，你认为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规划呢？对我们事实上女性对于参加我们的国防相关的工作其实有蛮多的女性是愿意来从事跟国防相关的工作以我们志愿役为例我们现在的这个主战部队里面的志愿役其实已经超过10%的我们的军人是女性那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很多的女性，不论是她是军官呢，还是士兵我在很多的场合都碰到她们，也跟她们坐下来聊聊天。其实她们都对于她们的工作都有一份热忱那对这个国家，她们也抱持了一份要爱护跟贡献的心那她们对于她们的工作的情况他们也都是全力以赴所以我对于女性参与国防的事务，我是抱持的乐观其成。那也对我们在参与志愿役的这些女性的官兵我也觉得他们都非常的好那至于就是说是不是在我们的义务役里面涵盖这个女性这个是一个更大的课题那所以我想我们在进入这个，我们把所有的问题，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能够先解决，然后到位以后，我们再进入下一个阶段的这个议题。所以我们一步一步来，现阶段的工作就是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先把现阶段工作做好是最重要的。好，下一题，那个台湾 Plus 先。Hello, I'm Rick Lau from Taiwan Plus. I'd like to ask the President, what message do you think today's measures that you're announcing, what message do you think they send to Beijing? 这个提问是来自台湾 Plus。那想请问总统，今天宣布的这个方案当中有没有想要传达什么讯息给北京？我想今天主要传达的是给我们国民的讯息，就是我们
在面临区域情势不断的改变的情况下，那我们必须也同时来修正跟改变我们的所有的准备啊。那包括我们全民国防的这个各项的制度跟准备，我们都要持续性的保持检讨。那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做改变哈。那我相信全世界关心我们的国家都会看到我们对国防的重视啊，那对保护自己的家园的决心啊。那我也希望就是说大家都能看到我们的决心，也知道说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那我们对于这个国家的国防，我们愿意尽我们最大的能力，让这个国家的国防可以达到最好的情况。So today we are mainly giving a message to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this message is that faced with ever-changing situation in the region, we will continue to adjust our preparations in terms of our civil defense mechanisms,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review such plans or mechanisms and make changes whenever necessary. I believe that all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at care for Taiwan will see how much importance that we attach to our national defense, and they will see our determination to protect and safeguard our homeland. I also hope that everyone will see our determination in this regard, and I hope they will see that Taiwan has a responsible government that will continue to do our utmost to protect and defend our nation in the best way possible. 好，下一题，先台湾醒报。总统你好，我是台湾醒报记者吕祥和。那想请问，一题就是说，因为国安局长陈明通曾说，2023年中共可能以战逼和，那这个方案是民国94年出生以后的役男才适用，是否会对中国日渐紧迫的攻台时程来说缓不济急？那另外想请问国防部，就是说7月装甲564旅战车炮塔系统曾因稳定性异常导致役男殉职，那未来1年的延长兵役的方案，对于军事训练役操作武器的危险性是否会有配套措施？谢谢。中国什么时候会对台湾采取军事的这个行动啊？这个是我们持续都在监控的啊。同时，我们也做各式各样的评估啊。那我们会本于我们的评估跟我们所有的观察哈，来做相应的我们军事的准备哈。所以我觉得你所提到的是不是有你刚才用的是怎么缓不济急？我觉得还好，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我们这一项的作业。那你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第二个问题请邱部长。对。564旅的，就是那个军事训练役操作武器的危险性是否有配套措施？因为那个7月装甲564旅因为有役男操作，所以殉职这样子。跟大家报告一下，发生这种事情的确很遗憾的，我们军方也不断在检讨，但我们已经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训练一定是循序渐进的。当然，我今天身为部长，不会讲说把这个意外事件，把这责任推给我们基层干部。但事实上，经过检讨了以后，的确我们有所疏失，而且这个训练的步调不会因为役期的改变就有所加快或者减缓。事实上，训练就是按部就班的。但以往的缺点，我们看眼里面，也把它列为一个案例，在以后各种训练当中都会做一个强化，很具体的强化不会去推卸这个责任。我们以后不管是役期的增加，或者维持原来这4个月役期的这些同仁，在这边受训当中，我们绝对秉照这个原则，按部就班来做一个训练。谢谢。好，下一题，先
新唐人嘛，对不对？中天，然后再报道者。副总统好，我这边是中天的陈佑提问，我想问一下副总统，因为有关于这个兵役延长的政策到今天才宣布，不过是有传出赖副是不是担心因为宣布了这个役期延长，影响到自己的选情，所以呢才会让这个时间点一拖再拖呢？那这个部分赖副可不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下？这个是有媒体报道的部分。你刚刚这个问题的说法，我们没有听过，因为刚刚的简报里面，蔡总统已经清楚说明，这个是国家基于全民国防的政策目标之下，在蔡总统的领导，国安会跟国防部经过2年的作业讨论，在今天提出来跟社会大众报告。也争取社会大众的支持了。那这过程当中，包括我本人，包括行政院苏院长参与的人，基本上我们都把国家的利益摆在优先的位置，选举或是政党的利益是摆在后面。我们认为，只要对国家有利益的事情，我们就应该要去做。那也只有把国家利益摆在前面的政党，才有可能赢得人民的支持。好，谢谢你。好，下一题。那报道者，然后在《华尔街日报》。总统好，我是报道者的记者杨志强。因为这一次我们看到那个乌俄战争，民防单位发挥很大的力量，然后这一次的改革又以全民国防作为一个诉求，然后现在我们的民防单位组织单位其实是内政部。然后我想问的是，在未来军方跟民防这个部分要怎么样合作？谁来怎么样衔接？主责单位是谁呢？或者是接下来，比如说民安演习，会不会有军方的人，或者是军方的演习会不会纳入民防的单位？谢谢。谢谢。这个我们在这个方案里面，事实上也触及到的这个民防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对于这个将来的1年期的这个义务役，或者是将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这个以后呢4个月的这个军事训练的这些军人哦，他也会有一些关于民防的训练哦。那我们的概念是，当他们来服役的时候，我们施予民防的训练；当他们回到民间的时候，他就是在民间我们民防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哈。所以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从民防的角度，这个在过去一段时间都是由我们行政院来负责的哈。那我们在今天这个处理完，这个只是我们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后面还是要进行强化我们民防的这个部分的讨论哈，跟检讨哈。那你听得见吗？当我们检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也会像今天一样跟大家报告。麦克风什么问题？苏院长不知道有没有要补充的？好，那下一题，《华尔街日报》。Hello, this is Joe Yu with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anks for having us here, Ms. President Tsai. So, quick questions. You mentioned about, the war of Ukraine in your opening speech. I'm just wondering what role, the Ukraine invasion has played in the discussions over the extended, on the decisions over the extended conscriptions, and, any kind of detail that you could share would be appreciated. Thank you. 我们在看这个乌克兰战争，我们学到的几件事情哦。第一个就是乌克兰人民哦，他们保护家园的决心。好，那第二就是说，我们对乌克兰的军事的训练哦，那我觉得他们的军事的训练有达到相当的水准，好，以至于就是在这么多天这么多个月以来的这个
俄国的入侵的情况下，他们都还能够挺住，就表示说他们的军事训练有达到一定的水准。啊，那也因为他们的保护家园的决心，还有他的军事的一个量能达到一定程度哈，那给予国际社会足够的时间来提供乌克兰他们所需要的这个援助跟协助哈。那这个是我们从这个乌克兰战争里面所学到的，那也一定程度的反映在我们这一次在检讨我们的全民国防的这个架构里面。We have learned a few lessons from the Russian-Ukrainian war. Firstly, we have seen the Ukrainians' determination to protect their homeland. And second, we have seen that the military training in Ukraine achieved a certain level enough to withstand Russian invasions for several months. The Ukrainian people's determination to protect their homeland and their military capacities have given the entire world enough time to provide the necessary help that Ukraine needs. And those are the things that we learned from the Russian-Ukrainian war, and of course, to a certain extent, that also contributed to this decision in terms of how we reviewed our existing system. 好，下一题。先新加坡联合早报，然后那边是不是一电视？先新加坡，然后再一电视。蔡总统你好，我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温伟忠，想要针对3个数字来跟总统请教。第一个是1000，在台北市有超过1000的青年在今年提早要求服兵役，然后我想请问蔡总统对于这些青年人的担心有什么回应？因为我们从许多民调来看，大概70%的人都是支持兵役延长1年，但是20岁到24岁的许多细节的一些民调，他们反对的多过支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71，就是昨天那个大陆的解放军派遣了71架次的那个军机来扰台，那许多的分析都说，如果美台之间有更多实质的军事合作，那大陆解放军的反应会更加强烈。那如果是在我们加强了这个兵役里面的一些细节，包括很多跟美国的一些合作，包括学人计划啦，包括一些实质的一些合作，那您预见明年的解放军的那个反应会更加强烈吗？第3个数字是745，就是总统许多媒体都帮你算了，您隔了745天举行这个面对媒体的这个记者会，不晓得您未来会有更多除了国防以外的更多的记者会吗？谢谢。这个我好像常常看到媒体啊，那确实我们这段时间有问答的机会比较少一点，这个可能是因为在疫情的初期，我们把以前我们所做的这个问答，因为太多人聚集在一起，这个疫情的管控确实让我们在回答这个有这种传统的这种问答的方式是受了一些限制的。不过，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的话呢，我们也会来考虑安排啊。那我知道你们今天问了好多问题哦，不是今天完了就没有机会问了，所以不用着急。那这么好笑吗？你们不是想我，你们是想问问题。好，还要解答问题哦。那我总是要好好做好功课才能解答你的问题嘛，对不对？所以你给我一点时间做功课嘛。那所以这个，可是我常常对着媒体讲话呀，所以我应该是一个常常对着公众讲话的总统，只是没有机会让我们的媒体朋友来问问题了哈。那我们以后改进，那你们也不需要说。今天要把所有的问题问完，以后有机会了哈。那另外您提到的是
这个年轻人想赶快去把他的兵役服完，我看是有点误解了哈。他们以为从明年开始，不论是哪一年出生的都要受勋士的这个。我们是以2005年1月1号出生以后的役男才是受1年的义务役的这个征召哈。所以这些过去忙着去服完4个月的，恐怕是有点误解了哈。但是我会劝这个4个月的义务役的这个朋友哦，刚才我们副部长也给了那张图表，到2029年我们都还有4个月役期的，我们预期还有4个月役期的这个役男哦，要受4个月的训练哈。所以我倒是要跟这个4个月受军事训练役的这些朋友说啊，我们将来这个4个月的这个训练，我刚才也讲了，我们会加强它的强度哈，让他们的训练更有意义哈。不但他们能够对于国防有贡献，对于保护自己跟保护他的家人哦，和他们的朋友会更有意义。最后还有一个71架飞机，昨天共击71架。我们在观察这段时间以来哦，这个共军在台海的种种的作为哦，有时候他想表达一个讯息，有时候他们是做了自己的演训哦。那所以在这些表达这个传达讯息跟他们自己演训之间，我们都会做我们都做很多的观察哈，我们也会做分析哈。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说，一个国家应该要有保护自己国家的决心。